到2代鬼彻的主人终于确定，曾经击败过五老星内斯兽狼圣。看完《海贼王》1117话，一直有个疑问：内斯兽狼圣与索隆交战的时候，为何会对他手中3代鬼彻感到震惊呢？我们知道鬼彻系列的妖刀只有3把，而且随着刀的更新，品阶也会随之变差。初代鬼彻属于无上大快刀12弓，与世界最强剑豪手中的黑刀叶是同一级别。2代鬼彻属于大快刀21弓，品阶与河道一文字和妖刀研磨一样。3代鬼彻被打造出来后，甚至连普通的快刀都算不上，能让五老星内斯兽狼圣感到震惊，很让人费解。3把鬼彻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来自和之国。天狗山飞彻对索隆说过，妖刀3代鬼彻由他亲手打造，2代鬼彻的断刀匠是他的一位祖先。从此也可以推断出，初代鬼彻也应该由光月一族打造。从800年前开始，和之国一直没有开过。五老星内斯兽狼圣又是如何得到初代鬼彻的呢？索隆是在东海的罗格镇得到3代鬼彻，武器店的老板一本松将它放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因为每一把妖刀中都住着妖怪，会反噬他们的主人，这才导致妖刀成为不祥的武器，没人使用。3代鬼彻能在东海出现，应该与双月一族有关系。在40年前，双月家族带着一群人逃离和之国，组建海贼团，在大海上冒险，最终在东海成立了双月村。3代鬼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东海。内斯兽狼圣如何得到初代鬼彻？只有去和之国这一种方法。几百年前，和之国物产非常丰富，被世人称为黄金之国。天龙人为了将其占为己有，才让五老星去霸占和之国。不过他们没能打赢和之国的武士们，惨败收场。内斯兽狼圣正是在那时获得初代鬼彻，也曾与2代鬼彻的主人有过战斗，感受过对方的强悍实力，因此在对战索隆时看到鬼彻才会如此震惊。如果2代鬼彻的主人也来自双月一族，索隆作为双月家的后人，击败内斯兽狼圣将是宿命之战。凯多被路飞击败后解开4个谜团。大妈当年并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。第一个是凯多的梦想发生过2次变化，小时候的凯多就异常强大，10岁便成为沃卡王国最强的战士。海军为了得到凯多，用出席世界会议的条件与沃卡王国交换。之后凯多从海军手中逃走，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上皇帝。洛克斯海贼团解散之后，凯多答应黑炭木禅的条件来到和之国，计划把那里变成武器工厂，用无尽的战争让天龙人的生活不再安逸。如果当时凯多与多拉格相遇，两人联手能轻松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丧命后，凯多的梦想是发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，与四皇大妈联手复活洛克斯海贼团，可惜被路飞击败，梦想也随之破灭。第二个是洛克斯海贼团战败的原因。当洛克斯战败的消息传遍世界，蜂巢岛的海贼也陷入了慌乱，他们不敢相信如此强大的团队会战败，一定是强者之间爆发了内讧。当年白胡子不愿意玉田上船，给出的原因是强者之间很难和睦相处，他之前经历过的团队就是那样，也印证了洛克斯覆灭是因为内讧。神之谷大战中有罗杰和卡普，还有神之骑士团，不爆发内讧，洛克斯也很难获胜。第三个是当年大妈并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，在海贼王动画1076集中，洛克斯告诉凯多要前往神之谷，随后蜂巢岛上就传来大妈的声音，他在四处寻找凯多的下落。洛克斯战败的消息传回蜂巢岛后，大妈表现得异常激动，一直在询问凯多的下落，从此也可以推断出他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。38年前的大妈已经开始生孩子，洛克斯不带他去战斗也很合理。第四个是乔伊波伊与太阳神尼卡是同一个人，凯多被路飞击败后，回忆起与岩灾镜相遇后的一些画面，镜一直在等待乔伊波伊的出现，并询问凯多会不会是那个人。凯多告诉镜自己不会成为乔伊波伊，但是能击败他的人只有乔伊波伊。光月玉田打开和之国的国门，也是为了迎接乔伊波伊的到来。现在凯多已经被路飞击败，基本可以确定路飞会成为乔伊波伊，而且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也就是奴隶们期待的太阳神尼卡。凯多身上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公开，就是大河的母亲到底是谁？很多海迷都认为是大妈。大河与年轻大妈的眼睛长得很像，还有凯多与大妈当年走得很近，甚至将鱼与果实直接送给凯多，两人发生感情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为了提升草帽一伙的战斗力，尾田强行修改了四处设定。娜美的实力已经能逼近海军大将级别，因为体内的血统因子没有觉醒。山治被父亲认定为失败品，小时候受到兄弟们的欺凌，好在雷九帮助他逃离吉尔玛王国。从此山治与加治断绝父子关系，也立誓不会依靠科技提升战斗力。不过在对抗百兽海贼团时，尾田让山治违背了曾经的誓言。为了击败飞六包佩吉万，山治穿上吉尔玛的3号战斗服，速度、力量和防御力大大提升，还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隐身能力。后来山治主动穿上隐身黑战斗服，偷偷潜入女澡堂观看了一番。鬼岛战争爆发之后，山治身体内的血统因子被战斗服彻底激活。为了能帮助路飞成为海贼王，他也默认自己是吉尔玛的改造人。在革命军中待了2年，罗宾不仅变强了，也变白变大了，对花花果实的开发也提升很多，能制造出分身堪比果实觉醒效果。
不过在剧场版最强之敌中，罗宾强调花花果实害怕速度快的敌人，对战吃了茂盛果实的冰姿时，能看到对方却无法用果实将其抓住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后，花花果实却成了快速移动敌人的克星。睡眠状态的卡文迪许速度极快，连巴托洛米奥都跟不上他的行动。不过在罗宾面前完全无效，连幼状态的卡文迪许被花花果实瞬间控制。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罗宾却强调速度对他毫无作用，也难怪罗宾击败飞6包黑玛利亚后，赏金能涨到9亿3千万贝里。如果罗宾能将花花果实与霸气结合，对抗大将黄猿是否有一战之力呢？当年路飞吃下橡胶果实后，很多海米诟病给主角的果实太普通，没有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也不像顶级超人系能将世界毁灭。好在路飞对果实开发很有天赋，弄出2、3、4档获得匹敌大将的实力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凯多，橡胶果实就变成了动物系人人果实妮卡形态，不仅是传说中的恶魔果实，还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心脏居然是解放之骨，能从奄奄一息的小老头瞬间变成精神小伙。路飞再一次依靠开挂击败强敌，也让很多海米难以接受妮卡果实。对很多恶魔果实来说，只要能力者战败或丧命，对应的能力就会失效。这个设定对2个恶魔果实存在例外，一个就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，只要女帝不解除石化，即便她丢掉性命，被石化的敌人也不能恢复。另一个就是魂魂果实，大妈被罗和基德打败，掉入岩浆中丢掉性命，可是她生前用灵魂创造的宙斯，却依然存活，增加娜美的战斗力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娜美吃下响雷果实会成为最强的人。现在有了宙斯等同吃下响雷果实，娜美的战斗力能接近大将水准吗？最强2把手是谁终于确定，索隆觉醒霸王色后才排第4，第2名已经有4皇级别的实力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的战斗力连续提升2次，用黑刀秋水换来妖刀研磨，等同掌握武装色流应用法。遇到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，索隆稍微认真点，一招将其秒杀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2位4皇，索隆借助研磨差点砍掉凯多的龙头，又挡住4皇合体技能霸海一瞬间，身体30多处骨裂让基德敬佩，拖着重伤的身体用出9刀流亡者系，在凯多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。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战斗，前期索隆的攻击毫无效果，外加妖刀研磨出来捣乱，差点让索隆被岩灾镜干掉。最终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干掉岩灾镜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实力即便不如大将，也是无限接近大将的级别。不过相比革命军的2把手萨博，索隆的实力还是稍微弱了一些。萨博从小在革命军中成长，有龙亲自训练，霸气体术都是顶尖水平。吃下烧烧果实后，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，场面上也是不分胜负。还有对战动物系觉醒者陆奇，萨博也展示出强于对方的实力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与吴老星和伊姆有过交手，虽然被打成重伤，能从6个顶级强者手下逃走。萨博的实力至少不输任何海军大将。红发海贼团除了是铁臂海贼团，还拥有所谓的双4皇配置。除了香克斯拥有4皇实力外，副船长本贝克曼也属于4皇级别。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的脑袋，让所谓的海军大将乖乖举起双手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铁头基德挑战红发海贼团，被打断一条胳膊惨败。从垃圾路的话语能推断出，弄断基德左臂的人就是本贝克曼。不过本贝克曼未展示过霸王色，也不确定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巴基莫名其妙当上4皇后，从实力上看，鹰眼是十字工会2把手，作为世界最强剑豪，鹰眼经历的战斗不多，也未展示过全力。曾经与香克斯进行过多次决斗，据说都是不分胜负的结果。得知香克斯断掉左臂后，鹰眼不屑与他决斗，自认实力超过对方。香克斯拥有最顶级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，还拥有比预见未来更强的剑纹杀，能让敌人的剑纹色霸气失效。速度方面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能超越拥有光速移动的大将黄猿。既然鹰眼能匹敌香克斯，在霸气修炼和速度方面自然不会弱于对方。赏金达到35亿9千万贝利的鹰眼，才是当之无愧的最强2把手。被3位4皇接连重伤，打不赢赏金3亿5千万的海贼。路飞说基德的战斗力被严重高估，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基德的赏金高达3亿1500万贝利，给人一种不服就干的气势。看到阿普不爽，立马就要冲过去干一架。进入新世界后，基德也是最头铁的超新星，直接闯入4皇大妈的地盘，居然能打伤一位甜点将星，还抢走本该属于他的某件东西。基德对战的将星是克利亚还是斯纳格？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。从路飞与克利亚的战斗来看，基德不具备打伤克利亚的实力，打伤斯内格倒是很合理，因为斯内格打不过赏金1亿800万的乌尔基。紧接着基德发挥头铁的毛病，居然向红发海贼团发起挑战，结果连香克斯的人都没见到，被本贝克曼砍掉一条左臂惨败。据说本贝克曼拥有4皇级别的实力，基德败给他也不算丢人。得知路飞和罗组成同盟后，基拉找来霍金斯和阿普成立基德同盟，企图找4皇香克斯报仇，却遇到从万米高空跳下来的4皇凯多，基德同盟被瞬间摧毁。霍金斯算出反抗会丧命，选择投靠百兽凯多。基德和基拉奋起反抗，被凯多打成重伤后关入和之国的监狱。好在遇到进监狱修炼的路飞，两人一起搬砖，一起约定去打凯多。鬼岛战争爆发之后，基德见到老仇人阿普，二话没说就是一拳，随后与阿普爆发战斗，找不到克制阴影果实的方法，被声音攻击打伤。此时的基德拥有霸王色霸气，
没打赢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很不应该在鬼岛屋顶对战2位四皇。基德的表现稍微逊色其他4位超新星，此果实的攻击看起来很强，却没能对凯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在将大妈和凯多分开时，基德用磁铁困住宙斯，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后来联手罗维欧四皇大妈，基德终于拿出全部实力，用出果实觉醒能力，将大妈变成磁力气球，无数钢铁从四面八方砸来，弄断大妈一条胳膊，最后使用磁力大炮连续发射，与罗一起将四皇大妈彻底击败。此战过后，基德的赏金涨到30亿贝里，对路飞成为四皇非常不满，扬言下次见到路飞会取下他的脑袋。不过路飞表现得非常轻松惬意，虽然说两人的赏金都是30亿贝里，能看出路飞完全没把基德当回事。离开和之国后，基德来到巨人之岛埃尔巴夫，正好遇到曾经的仇人红发海贼团，他没有退缩，立马发动攻击。香克斯预见到基德会发动巨大攻击，立马使用神臂将其秒杀。同样是30亿的赏金，路飞能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罗能与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，基德却被红发一招秒杀，实力与赏金完全不匹配吧。他叫特拉法尔加罗，来自地之一族，赏金30亿贝利，秒杀掉2位中将，重创过2位四皇。凯多认可他的实力接近四皇，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罗的赏金只有2亿贝利，实力也是一点不弱。与基德联手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，顶上战争快完结时，罗开着潜水艇去马林范多救路飞，接连躲过大将亲制的冰河时代与大将黄猿的8尺群勾玉。随后罗策划出洛基港事件，用100个海贼的心脏弄到七武海，在庞克哈萨德与路飞组成同盟，企图通过干掉明哥将凯多拉下马，对战刚成为中将的斯摩格。起初两人打得还算有来有回，罗稍微拿出点实力认真战斗，就能夺走斯摩格的心脏将其秒杀。后来与中将维尔哥战斗，前期罗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得很惨。恢复体力后，即便维尔哥全身附着武装色，也被罗一刀劈开秒杀。刚到德雷斯罗萨，罗就遭遇到大将藤虎与明哥的围攻，虽然被藤虎用重力刀困住，依旧能靠着手术果实逃走。与明哥单挑，罗一直处于劣势，攻击没有太大效果，还被砍掉一条胳膊。靠着联手路飞使用计策，才能用伽马刀重创明哥，可惜没有及时补刀，给明哥留下用线修补内脏的时间。虽然说罗和明哥都是七武海，但罗的实力明显弱了一大截。来到和之国，罗的实力突然提升，打霍金斯完全占据上风。在鬼岛屋顶对战2位四皇，罗一直利用手术果实充当工具人，不是将索隆送到空中攻击凯多，就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路飞。与人兽形态的凯多战斗，罗的攻击也是一丁点效果都没有。不过在对战四皇大妈的时候，罗终于拿出了全部的实力，使用手术果实的觉醒能力，用4000米大道贯穿大妈的身体，又创造出一个能隔绝声音的入母，让魂魂果实的能力无法使用。最终联手使用此果实觉醒的基德，将四皇大妈彻底击败。凯多感知到大妈战败后，表现出了惊慌失措和愤怒，抱怨大妈居然如此之快被击败，也赞叹罗和基德非常能干。难道说在凯多的心目中，基德和罗的实力已经接近四皇了吗？鬼岛战争完结，罗的赏金涨到30亿贝里，与新任四皇路飞一样。从和之国离开之后，罗在圣哲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此时罗的霸气有了很大提升，能瞬间驱散病果实的能力。对战只使用阵果实的黑胡子，用手术果实觉醒能力将其重伤。当黑胡子开启暗果实后，罗也没能抵挡住黑暗的引力，战败，靠着被波变身月亮狮子保住性命。那么罗的战斗力能否有准大将级别呢？惨遭削弱的5颗神级恶魔果实，藤虎和赤犬的克星在裂，还暴露出黑胡子的天赋太差。热果实第一次出场是在动画原创剧情中，能力者是阿奇诺，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加热，最高温度甚至能达到10000摄氏度，金属制品在他手中会瞬间融化，跳进岩浆洗澡也不会受伤。赤犬的岩浆攻击或许也不能对他造成伤害，不过阿奇诺浪费了这颗神级果实，实力太弱，被路飞击败。大妈的儿子欧文也吃了热果实，主要能力是对任何物体加热，所能达到的温度有限，也不能将刀剑融化。相比阿奇诺的热果实有不小的削弱。飘果实的主人是金狮子，也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曾经是洛克斯海贼团成员，有实力比肩罗杰和白胡子。在埃特沃尔海战中，差点将罗杰海贼团全灭，闯入马林范多对战卡普和战国，打了3天3夜才战败。从推进城越狱之后，金狮子的飘果实弱了一个档次，看起来有毁天灭地的效果，输出却比不过只用3档的路飞。金狮子之所以败给路飞，也是剧情上的需要，不代表他真的弱。如果让飘果实与重果实对上，藤虎应该打不过金狮子。倍增果实的能力者是邦迪沃尔德，也是30年前传说级大海贼，被世人称为世界破坏者，和罗杰与白胡子一样让海军畏惧。他所吃的倍增果实能增加物体的速度和力量，最高能达到100倍。如果让山治吃了倍增果实，对上大将黄猿100%不会输。2年前趁着黑胡子大闹推进城，邦迪沃尔德从第6层逃了出来，他的目标是将整个世界颠覆，却遇到了正在修炼霸气的路飞。倍增果实的力量也能体现出来，败给不能熟练使用武装色的路飞。白胡子是阵果实的第1任主人，开发出能毁灭世界的力量，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，也是能匹敌罗杰的传说级强者。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展示过阵果实的强大，差点毁掉海军基地。干掉白胡子得到阵果实后，黑胡子扬言自己是天下第一，却被金色大佛一巴掌拍吐血。
完全没展示出毁灭世界的力量。和之国战争完结后，黑胡子在圣者道蹲守到罗的红心海贼团，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罗狠狠揍了一顿，开启暗暗果实才勉强获胜。可见黑胡子的天赋太差，没能开发出阵阵果实毁灭世界的力量。烧烧果实的第一位主人是艾斯，赏金达到5亿5千万贝利。他使用过的招式五花八门，能近战也能远攻，还有不错的群体攻击。萨博作为烧烧果实的第二位主人，还没能100%掌握他的能力，只使用过艾斯的招牌技能火拳，甚至被诟病削弱了烧烧果实的力量。不过萨博将霸气体术与火焰融合，对战大将藤虎丝毫不落下风。只要再给萨博一些时间，必定能利用烧烧果实让实力超越大将，能秒杀赏金30亿的海贼，也能喝退双果实的黑胡子，让无老星忌惮的6位强者有3人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为了劝阻艾斯不去追杀蒂奇，香克斯主动与白胡子取得联系。吴老星得知此事后非常紧张，担心世界会被2位四皇改变。不过他们也认为香克斯不会因个人私欲让世界变得动乱。世界会议期间，吴老星特意腾出时间召见香克斯，也表明他们很忌惮这位四皇，不得不给香克斯一个面子。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丧命后，香克斯有资格称为世界最强男人，仅仅用了一招霸王色缠绕神臂，就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他还拥有让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，以及战力非常强大的同伴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雷利和慎平陪同路飞回到马林范多，一方面是祭奠死去的艾斯，另一方面是向同伴传达集合时间。吴老星对雷利的行为很紧张，畏惧他会重新出山做海贼。毕竟雷利抵达过拉夫德鲁，知道消失的100年发生过什么，也拥有强大的实力，能让赏金接近40亿的黑胡子离开九蛇岛。泰佐洛曾经是天龙人的奴隶，看着心爱的人被天龙人残害，逃离圣地玛丽乔亚之后，泰佐洛从明哥手中抢走晶晶果实，之后将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拥有世界上20%的财富。吴老星对泰佐洛非常忌惮，不愿意失去那笔庞大的财富。当路飞与泰佐洛战斗时，吴老星甚至派遣 CP0 的陆琪去保护他。多弗朗明哥失去天龙人的身份后，依旧能骑在吴老星的头上，不是因为他是果实觉醒者，是因为他知道天龙人的大秘宝。在对抗路飞和罗的联盟时，明哥要挟吴老星散播假新闻，5个老头也不敢不听从。此时还被赤犬拿来嘲笑过一番。即便在明哥被路飞打败之后，吴老星依旧派人去推进城暗杀他，可见吴老星是多么畏惧明哥，担心所谓的大秘宝会被他泄露出去。世界政府一直不敢插手和之国，就是一位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存在，吴老星只能通过多弗朗明哥才能与百兽海贼团做交易。明哥被路飞击败后，才迫不得已派遣 CP0 到和之国去找凯多。为了避免橡胶果实觉醒，吴老星让 CP0 的小队长去干掉路飞，同时还在担忧这件事会得罪凯多，也能反映出5个老头很忌惮凯多。当下吴老星最忌惮的人是路飞，因为他就是乔伊波伊的传人，还觉醒了幻兽众尼卡果实，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。得知路飞出现在弹头岛后，萨坦圣也决定亲自去一趟，还带上了大将黄猿和100艘军舰，目的就是将路飞彻底抹杀。草帽团的名誉船员克洛克达尔20岁居然有匹敌冥王雷利的战斗力。当年在阿拉巴斯坦，老沙的赏金只有8100万贝利，完全没把刚出道的路飞当回事，贯穿路飞的身体却没有补刀，最终败给只有3000万赏金的路飞，也被认定为最弱七武海。在推进城再次登场，老沙为了越狱，主动要求加入越狱小分队，不过路飞并没有立马答应。他知道老沙是破坏微微家乡的坏人，也拥有非常强大的战斗力，一旦放出来很可能会造成危险。伊万科夫让路飞不用担心，他手中有能让老沙乖乖听话的把柄。就是在老沙年轻的时候，发生过一件不能让外人所知的事情。抵达马林范多之后，老沙立马攻击白胡子，却被路飞一脚踹飞。此时我们才知道，老沙曾经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，不过以失败告终，也能反映当年的老沙很强。残废的左手很可能就是白胡子所为。见到战国下命令提前处决艾斯，老沙甩出2把杀刀干掉刽子手，随后说了一句彻底洗白的话：老子看不得海军得意的嘴脸。与赏金3亿4千万的明哥战斗，场面上也是完全不落下风，脑袋被对方用线切掉后，也能立马用沙沙果实的能力复原。这次交手还暴露出一段往事，明哥曾邀请老沙联手，却惨遭拒绝。可见在高傲的明哥心目中，老沙拥有能作为伙伴的战斗力。鹰眼在马林范多再次见到路飞，没有给香克斯面子，全力追击。慎平站出来阻挡，被一招打飞。同样是七武海，实力差距也忒大了。达兹波尼斯也出来阻止鹰眼，结果连一招都没扛住，倒地不起，还得是老沙亲自出马才挡住黑刀叶。随后说一句：老子现在心情不好。鹰眼见到对手是老沙，也是很给面子，没有再继续追杀路飞。赤犬用岩浆拳头干掉艾斯后，又把目标对准龙的儿子路飞。慎平又站出来保护路飞，拼尽全力才勉强挡住赤犬的攻击。马尔科与比斯塔也立马出手，忘记用霸气没能对赤犬造成伤害。愤怒的白胡子亲自出动，从背后朝着赤犬脑袋来了一拳，拖着重伤的身体被打掉半张脸，才勉强将赤犬打入裂缝之中。从地下爬出来的赤犬依旧没有放弃追杀路飞，千钧一发之际还得依靠老沙，一招杀刀将赤犬的身体一劈两半，用沙暴送走路飞和慎平后，又联手马尔科等队长对抗赤犬。如果没有老沙的一次次救场，
路飞也很难活到香克斯出现。在剧场版《狂热行动》中暴露出，老沙曾经与巴雷特有过交战，当时老沙只有20岁，巴雷特也才19岁，两人的战斗不分胜负。要知道巴雷特16岁就能匹敌雷利，难道说老沙也有对抗雷利的实力吗？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老沙邀请鹰眼组建十字工会，勿让巴基当上四皇。此时老沙的赏金来到19亿6500万贝林，也证明他拥有接近大将的战斗力。众人见到路飞变身武当的反应，动物系觉醒者直接被征服。凯多是第一个见到路飞武当的人，面对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世界最强生物也是束手无策，被路飞用奇葩的招式戏耍玩弄，还没有任何还手的是能力。于是凯多告诉路飞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，还说罗杰没有吃任何恶魔果实，依旧能成为大海上的霸主。不过凯多使用的最终大招却是在依靠幻兽种青龙果实的力量，可见凯多说霸气接一切的话，是见到尼卡果实强大后的自愧不如。吴老星最清楚尼卡果实的强大，过去的800年里一直在寻找它，为此还隐藏了尼卡果实的名字，说它是超人系橡胶果实。为了杜绝路飞觉醒尼卡果实，不行舍弃 CP0 小队长的性命，让其介入凯多与路飞的战斗，一定要在和之国干掉路飞。当路飞的悬赏令公布于世后，吴老星见到所用照片是尼卡形态，立马变得紧张起来，命令报社将照片更换重新印刷。他们担心世人见到那个模样，也忌弹武当路飞会影响整个世界。草帽团进入弹头岛后，吴老星之一的萨坦胜利马亲自出动，一方面是去处理掉贝加庞克，避免他研究的古代历史外流，另一方面是去会一会路飞，证实一下尼卡果实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同时海军出动了大将黄猿，以及比图魔令更庞大的100艘军舰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吴老星很忌惮武当路飞，势必将其消灭在弹头岛。贝加庞克研究过消失的100年历史，按理说对尼卡果实会有一些了解。见到武当路飞的模样后，也是一脸茫然，表现得非常惊讶。他询问草帽团的成员，那种无所拘束的模样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娜美等人对此并不清楚，表明也是第一次见到路飞的这种形态。路飞闯入司法岛救罗宾时，就曾对战过还是 CP9 的陆奇，在弹头岛两人再次相遇。晋升为 CP0 的陆奇并不认可路飞算四皇，使用猫猫果实豹形态的觉醒能力战斗，却被武当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随后陆奇为了保住性命，主动提出联手路飞，一起对抗世界政府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高傲的陆奇终于怂了，被武当路飞彻底征服。索隆是见到武当路飞最淡定的人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，就像当年路飞见到索隆左眼瞎掉一样，没有询问到底发生过什么。不过索隆吐槽了路飞变成小老头的模样，因为看起来特别的弱。不得不说，路飞和索隆之间的信任不需要用任何言语来表达。如何用最快的时间看完《海贼王》1060集动画？今天我们来看改变草帽团命运，让路飞发生质变的几个篇章。从384到405集是香波地群岛篇，也是草帽团差点团灭的篇章。在此期间，路飞暴揍天龙人查尔罗斯圣，让世界政府无法忽视他的存在。大将黄猿把超新星玩虐一顿过后，又差点干掉身受重伤的索隆。海贼王的副船长冥王雷利出来救场，与大将黄猿来了一场养生对战。看着暴君熊将草帽团全员拍飞到世界各地，这个篇章让路飞认清了自己的弱小，即便是舍弃性命也无法保护同伴。第406到407集是动漫原创时代特别篇，路飞当捕头抓人与漫画剧情不相关。从408到421集是女儿岛篇，也是路飞享受福利最多的篇章，被一群美女完成全方位的身体清洗，又见到了世界第一美女汉库克沐浴，最终还征服汉库克陪同自己去海底监狱。女儿岛篇的后面几集也很值得关注，讲述了草帽团伙伴们在世界各地的情况，他们都想着在3天内回到香波地群岛。第422到456集是海底监狱篇，路飞闯入推进城后遇到了故人巴基，对战毒人麦哲伦差点丢掉性命，在小冯的陪伴下找到伊万科夫救命，最后联手老沙和盛平等人越狱前往马林饭多。黑胡子也在此期间闯入推进城，与路飞有短暂交手后被盛平阻止，最终是小冯放弃越狱帮助路飞逃离海底监狱。后面几集介绍了伙伴们在世界各地的行踪。从457到489集是最精彩的顶上战争篇，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带领所有部下在马林饭多对战10万海兵解救艾斯，最终白胡子和艾斯两人双双殒命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饭多终结战争，路飞重伤后被罗的红星海贼团救走。顶上战争篇是很多海迷入坑海贼王的篇章，有顶级强者之间的精彩战斗，有战场上你来我往的运筹帷幄，也有人情世故之间的演技表现，还有为了信念不顾一切的坚持。建议详细的观看几遍，真的太精彩了。第490到504集是兄弟回忆篇，讲述路飞、艾斯和萨博小时候的故事，有路飞舍弃性命也不松口的坚韧，有艾斯绝境之下的霸王色觉醒，有萨博无可奈何的独自出海，还有得知兄弟丧命后的悲痛欲绝。从505到516集是新世界前篇，讲述路飞和伙伴们的修行情况，以及经过2年修炼草帽团重新起航。此时的草帽团已经脱胎换骨，每个人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，心境也磨练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见到海军大将就跑的日子不复存在。接下来会是路飞称皇的几个篇章。50年前杀害布鲁克的人终于找到了，黑胡子已经将他干掉，抢走了恶魔果实。刚刚加入草帽团时，布鲁克就是一个不正经的糟老头子，
每次遇到危险都表现得非常害怕，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美女，都会问对方穿了什么颜色的胖子。在2年的修行中，布鲁克看似虚度光阴，却找到了大号的密码。去蛋糕岛接山治归队，布鲁克单挑四皇大妈，打伤2个霍米兹，偷偷拿到历史正文的踏本，还睡了四皇大妈，这是做的体面。来到和之国对战百兽海贼团，一招秒杀飞6包黑玛利亚的全部手下。如此强悍的布鲁克，在50年前的赏金已经达到3300万贝利，不能说是最顶级的强者，也算得上战斗力不错的海贼团吧。却在魔鬼三角地遭受攻击，全团人员被病毒武器攻击后覆灭。布鲁克靠着黄泉果实捡回一条命，可是身体却变成了一副白骨。在50年前有名的海贼团中，我们知道的就是洛克斯海贼团，他们由一群嗜血如命的强者组成，为了财宝，船员之间也可以互相残杀。船长洛克斯有不输罗杰和卡普的实力，在神之谷战败后葬身大海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也是其中之一，战斗力能匹敌罗杰，后来成为四皇。还有吃了飘飘果实的金狮子，组建了不输罗杰的飞空海贼团，曾经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一点击败罗杰，可惜败给一场暴风雨。四皇大妈从小就是强者，靠着深挖果实一步步组建四皇海贼团。凯多吃下大妈给的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靠着强悍的实力组建百兽海贼团。王直和银斧至今还没有登场，据战国说也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如果是他们攻击伦巴海贼团，干掉布鲁克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不过伦巴海贼团是被病毒攻击，纵观洛克斯的成员中也没有用病毒攻击的人。在凯多的百兽海贼团，第2大看板奎因喜欢研究病毒武器，制造出能人传人的冰鬼武器，如同瘟一般传染，让敌人中毒丧命。可是，在50年前，奎因还没有出生，不可能是杀害布鲁克的凶手。在和之国大战完结后，黑胡子带着手下拦截罗的红星海贼团，船医毒 Q 也参加了战斗，用病果实的能力让罗变成女性，使用像奎因一样的病毒攻击，毒 Q 也应该能够做到吧。结合布鲁克遭受病毒攻击身亡，杀害他的人可能是上一任病果实能力者。这样来看，黑胡子算做了一件好事，帮助布鲁克把仇给报了。你知道卡普的面子救过路飞的命多少次吗？不要以为路飞没去当海军，卡普就对他不管不问。从路飞出海那一刻开始，卡普就在为路飞的生命安全着想。为了救回罗宾，路飞带领草帽团闯入司法岛，挑战世界政府的权威。靠着开挂一般的表现，路飞击败800年以来最强的 CP9路奇，带着同伴安全逃离，还让司法岛消失在屠魔令之下。卡普很清楚路飞捅了大篓子，立马跑到七水之都找到大孙子，当着众人的面公布自己与路飞的关系，还说出革命军首领是路飞的老爸。在草帽团离开七水之都时，卡普扔出几百个炮弹攻击，却一个都没有命中。他还告诉手下的人自己不会抓路飞。大弟子亲自听完后牢牢记在心里。在马林范多看到赤犬准备动手抓路飞，亲自立马出现用冰刀将路飞打飞，随后被马尔科飞过来一脚踹飞，也算是从赤犬手中救了路飞一条命。去恐怖3维帆船冒险，路飞击败了赏金3亿2千万的七武海莫利亚。世界政府命令另一位七武海暴君雄将草帽团的所有成员彻底抹除。暴君雄本是革命军的核心干部，也算路飞的自家叔叔。他放走了草帽团，回到海军基地交差，被战国一顿臭骂。卡普在一旁强调自己的大孙子很低调，打败一位七武海不会到处炫耀。战国也是心领神会，没有再派兵抓捕路飞。随后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揍飞天龙人查尔罗斯胜，又闯入海底大监狱救哥哥艾斯，2件事让海军颜面尽失。身为海军元帅的战国指责卡普的家人太胡乱，又碍于卡普是海军英雄的面子，自己与贺婆婆不得不到处托关系保住路飞的小命。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抵达马林范多，卡普和战国立马说出路飞的身世。终将鼹鼠很不知趣，对着路飞一顿猛攻，气得卡普握紧拳头差点出击。好在黄猿懂人情世故，来到路飞面前，一脚将他踢到白胡子的手中。当路飞抵达处刑台时，战国立马开启大佛形态，一拳头将3档路飞打漏气。相比打黑胡子的一拳，完全不是一个力道。战国是给卡普面子，饶了路飞一命。前海军大将泽法虽然离开了海军，也算是卡普的老同事，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后，立马停止攻击，一把将路飞扔了出去。如果不是给卡普一个面子，对海贼深恶痛绝的泽法必然会拿走路飞的脑袋。去愚人岛的时候，路飞嘴馋吃掉了四皇大妈的甜点，还扬言会打飞四皇。即便路飞提出拿宝藏来弥补，大妈碍于四皇的地位，一开始也没有答应。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后，大妈稍微有点怂，让路飞来新世界找自己。本以为大妈会取走路飞的性命，殊不知她成为路飞称王道路上的最大帮手。路飞去和之国接山治回来，大妈送2个儿子陪路飞练级提升战斗力，不仅送上了手中的历史正文，还将用自己灵魂制造的宙斯送给了娜美。来到和之国后，大妈彻底化为草帽团的名誉船员，先是帮助路飞越狱，又在鬼岛战争中一拳搞定飞6包佩吉万，以及贯穿飞6包乌尔提身体。被基德和罗打败之后，还带走了火前方以及凯多在鬼岛储备的炸药。目前卡普正在蜂巢岛对战黑胡子海贼团，削弱路飞最终敌人的战斗力，为路飞成为海贼王贡献最后一点力量。年仅20岁的萨普
为何能成为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呢？从资历上来说，暴君雄和伊万科夫都比萨博有资格。多拉格在创立革命军的初期，他们二人就陪在龙的身边。暴君雄是索尔贝尔的国王，论谋略也绝对不会比萨博差太多。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贝利的赏金，他的战斗力至少有准大将级别。大雄吃了超人系肉球果实，看起来是废材果实，却被他开发出了各种神奇功能。手掌的肉垫可以弹开任何触碰到的东西，斩击和炮弹攻击对他都无效，还能通过挤压空气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，也能将敌人拍飞到千里之外，甚至还能将虚幻的事物具体化，人体内的伤痛和记忆都能拍出来。在香波地群岛，为了拯救草帽团，暴君雄主动介入雷利与大将黄猿的战斗。从黄猿不敢轻易出手的态度来看，也是认可暴君雄的战斗力不会比自己弱太多。甚至有不少海迷觉得暴君雄就是萨博之前的革命军参谋长，可惜加入了七武海。伊万科夫不仅是马卡巴卡的国王，还是革命军伟大航路的军队长。他吃了超人系荷尔蒙果实，虽然战斗力不如暴君雄，也算得上是一位强者。不过伊万科夫的性格比较奔放，做革命军的参谋长并不是非常合适。从战斗力来说，除了暴君雄，至少还有2位军队长的实力不在萨博之下。在吃下烧烧果实前，萨博的主要输出是武装色霸气外加龙传授的体术。得到烧烧果实后，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不分胜负，其实比藤虎还是弱一点。革命军的队长中，东军队长贝蒂吃了超人系鼓舞果实，像是战场辅助者。南军队长林德伯格是发明家，擅长制造武器，单体战斗力应该不强。西军队长茉莉是一位吃了恶魔果实的巨人子，在100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，对战大将绿牛没有一点劣势，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臂，实力不会比萨博弱。北军队长卡拉斯吃了自然系玫瑰果实，对战大将藤虎也是不分伯仲。卡拉斯用煤灰制造的乌鸦，拥有自我意识，像是将自然系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不过从萨博加入革命军开始，就注定了他能成为2把手总参谋长，因为从小跟着艾斯一起训练，萨博的战斗力能力远超同龄的孩子。除了提升战斗力，萨博还会学习各种科学知识，可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而且萨博的天赋也很高，17岁已经能熟练掌握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。有如此能力的人，多拉格选择他当革命军的参谋长，也是众望所归。